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個禮拜咧，除咗會開一系列嘅 Mini GT 嘅車之外咧，亦都有另外兩款車咧比較特別嘅。咁其實較早之前都有介紹過嘅微影系列啦，咁就係保時捷嘅 962C 啦，咁佢係同 Spark 去做一個合作嘅。咁今集咧我哋都會去開佢啦，咁會從佢嘅歷史背景啦，以及各樣嘢去做同大家去一齊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咁保時捷咧 962C 係由1984年去到1991年期間生產嘅型號啦，亦都專為耐力賽而設嘅。咁當中喺1988年嘅時候咧，保時捷就分別派出咗17至19號3架車去參加1988年嘅利曼24小時耐力賽啦，並得到冠軍啦。咁當中今次呢一款白色咧，亦都係參加過1987年嘅 Super Club 入面嘅另一款奪得冠軍嘅 962C 啦。當時憑住佢全新嘅設計及空氣動力學咧，去減低風阻之餘咧，出色穩定嘅機器啦，以及整體嘅車身剛性啦，亦都做得相當唔錯啦。再配合Turbo 所發揮出嚟嘅馬力係非常之強勁啦，咁令佢可以喺路面上面得到比較好嘅操控啦。咁整體嘅車架亦都用上咗全新嘅鋁合金製式嘅一個車架，同埋更高嘅強化，同埋車身亦都盡量去偷輕去做一個配合嘅。多連桿嘅設計啦，令到車身可以發揮極致嘅一個操控性嘅。咁最後車廂內咧亦都首次提供滅火系統嘅，令到駕駛者亦都有一個保障啦。令到佢亦都當時成為咗一款長勝將軍嘅車款嚟嘅。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咁大家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咧今次微影依然都係用上咗一套兩階嘅設計啦，咁就用上咗分別左邊嘅1987年嘅款式以及1988年嘅款式啦。咁其實之前出嗰款咧，大家都會見到啦，但係喺塗裝方面咧會有少少嘅唔同啦。咁我自己咧就較為中意今次 Spark 係一個進步位置嘅，可以見到顏色嘅表現啦，以及各樣嘢都比過往會更加好啦。講少少啦，今次呢一架車咧，先講下塗裝1987年嘅呢一款啦。咁其實就係採用咗全白色嘅車身，配上一啲簡單嘅一啲保時捷嘅 logo 以及 Shell 嘅拉花啦。喺設計方面咧就較為簡約經典，但係最重要嘅係咩咧？就係呢隻大尾翼啦。對比起1988年嘅有少許嘅唔同嘅位置啦。而1988年其實呢一款咧同過往之前較早之前有講過嘅款式咧，其實亦都相若啦，唔會話太大分別，依然都係做得唔錯。而值得留意嘅就係佢哋喺光澤嘅光有表面處理上面咧，比起過往咧係穩定咗嘅。事不宜遲啦，我就唔講呢架18號啦，直接講17號，因為比較特別啲嘅。我哋講17號啦。好啦，大家見到呢一部車啦，其實咧整體上同過往嘅 962C 咧其實係差唔多嘅。除咗大尾翼嘅設計唔同啦，亦都影響，陣間我哋會講話點解佢影響咗後期保時捷嘅一啲設計嘅。整體嚟講，先講側面方面啦，做得相當唔錯噶啦，比起過往咧較為穩定以及工整嘅。應該要咁講，雖然佢係一架水貼車，但係佢終於可以做到一啲嘢，就係嗰個厚度咧。光油嘅厚度咧係適中噶啦，唔會話做到好似依然咧好似有個控嘅感覺，咁呢度都完全消失咗噶啦。對佢嘅信心又大咗啦。呢一樣嘢亦都係Spark 佢而家改良緊嘅嘢，亦都係我哋睇到嘅改善之處嚟嘅。另一點啦，其實個厚薄度嚟講，我覺得完全係適中嘅，唔會話有什麼透底嘅跡象出現啦，做得相當唔錯啦。簡潔嘅，車鈴嘅部分啦，亦都有注重到用上咗唔同款式嘅一啲車鈴啊。呢度咧字體方面依然有保留到嘅，做得相當唔錯嘅。拉花方面亦都唔需要講啦，雖然佢係水貼，但係冇任何嘅虛化透底嘅跡象嘅。好啦，嚟到車頭燈嘅部件啦，其實對比起車頭燈咧，好明顯地一樣嘢就係佢個設計上面咧，喺個通透度方面，首先講通透度啦，比以前做得好咗嘅。車頭燈嘅燈件咧，
雖然啦，咁細節方面就仲爭少少嘅，咁但係呢，已經有咗一啲上色嘅部分啦，令佢感覺更加自然同埋實淨嘅。咁嗱，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呢佢車頭嘅呢一個線條刻畫啦。咁其實呢一個呢，其實係當時嘅一個佢哋話將啲下壓力經過呢一度直接入風位置嚟嘅。咁營造極具嘅即係極大嘅下壓力，令到個車身更加穩定啦。咁可以睇得到呢。車頭擋風玻璃嘅部分呢，邊緣嘅位置都比起以前更加穩陣咗㗎喇。咁我自己覺得相當唔錯嘅。咁其實咧，另外有樣嘢就係咩咧？呢款車咧，我哋從側面睇啦，非常之扁平啦，亦都較多嘅空氣動力學嘅元素啦。咁呢一啲設計咧，其實係例如尾翼嘅部分啦，亦都有影響咗後世嘅，包括係喺1986年推出嘅959保時捷啦，亦都用上咗大部分好多嘅 962C 嘅一啲元素喺入面嘅，而包括一啲避震啦，亦都係用上嘅。咁最後啦，嚟到車側嘅部分，更加可以睇到其實有啲似咧，係1996年推出嘅呢一架911 GT 系列嘅車啦。而且嗰部車亦都參加過唔少嘅耐力賽嘅，咁當中裏邊好多嘅要素咧，其實都係有參考到 962C 嘅一啲基本設計啦。咁例如後面嘅一啲疏氣窿嘅部分啦，以及一啲進氣窿，以及一啲我哋叫做水滴型嘅設計啦，依然都係有一啲部分咧係有抄到佢一啲精髓嘅位置嘅。咁可以話其後嗰一部 GT 車咧，其實 GT 系列嘅車可以話係集百家之大成啦。咁亦都有其後嘅一啲商品啦，咁亦都係有佢嘅精神喺入面嘅。咁講多少少啦。咁呢架車大家會話喂，其實咧實際呢啲車做之前，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嘅頻道，都會講過話關於一啲賽車咧，佢哋一啲做一啲基本嘅量產先可以符合嗰個賽事嘅要求啦。咁我揾過資料咧，其實呢一部車咧，戴咗頭盔先啊，有錯請更正啊。睇翻由贊助商以及賽車嘅一啲系列入面咧，其實 Totally 呢架車只係出咗90部車嘅啫，包括私人團隊啦、街車啦、賽車啦以及各樣嘢嘅啫。咁都相當特別嘅一款車啦。咁呢部車咧，其實我可能因為其實啱啱已經出咗部普通版本啦，可能我都會將呢部車咧甩咗油，佢可能翻噴其他顏色。未知㗎嚇，我都係而家都仲係喺度睇下有啲咩啱用嘅顏色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大家會見到咧，其實喺尾翼方面咧，1987年嘅款式咧就較為笨拙一啲嘅。當時咧係為咗增加下壓力以及各樣嘢去做一個我哋叫做設計啦。咁嚟到1988年嘅款式咧，尾翼方面就會有少少嘅唔同嘅。大家會見到會精簡化咗好多啦。咁源自於咧，其實每一架車裏邊咧個賽規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保時捷咧亦都係根據當時嘅一個賽規規例咧去進行一啲簡化啦。咁係啦，大致就係咁啦。我自己就咁睇啦。微型今次一次過出兩部車咧係真係有原因嘅。我哋啦，可以睇到唔同時期所產生出嚟嘅車款會有啲乜嘢唔同，而嚟到我可能相隔1年2年，咁佢哋喺個科技嘅設計方面咧係會有少許嘅唔同啦。咁呢一點咧亦都係我哋成日都好想知嘅一啲嘢啦。咁我亦都透過呢一架車去了解，因為本身我自己咧其實對於呢一類型嘅車咧基本上係零知識嘅。令到我會去買嘅原因咯，當係好似上咗一堂歷史堂咁啦。同大家一齊去做分享啦。咁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咁我就會以一套兩架嘅價錢啦。咁其實 CP 值嚟講都算高嘅。你話200零蚊有兩架咁有代表性嘅車，我覺得相當唔錯啦。咁整體嘅評分咧，我會俾佢7分半嘅。透過呢一部車啦，咁可以睇到汽車歷史，即係保時捷嘅一啲影響啦，以及對於後世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細節位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啦。咁透過呢兩款車，大家就亦都可以睇到，唔同年份只係有少許嘅改變而形成出嚟嘅嘢係會係點樣咯。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咧睇晒成條片啦。咁其實大家都好期待其後佢出嘅保時捷嗰架 GT1 嘅款式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咁期待一下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諗法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啦。咁最後啦，歡迎訂閱我個頻道啦。下一集開啲乜咧未知嘅，咁可能都係 Mini GT 嘅車啦。大致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